天就是5日之限，到时候县府3级会审，你可要用心汇报，出了岔子，呵呵。佳墨，佳墨，记住这个数字，记住这个数字，为父一生的荣辱都在里面。水佳墨，今日王知府、宋同判都在此，你要把所查事实如实道来，如有虚言，仔细大碗伺候。水佳墨，你为何还不开始？我在等人。等人？等谁？等我的朋友封宝玉，我们一起首倡提告。他就是个凑数的，他来不来都一样。你赶紧提告。宝玉要靠此扬功名，我必须等他一切。哎呀，真是一个赤子之心啊！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，你的朋友陪你一起提告，不光是博功名啊，你要是算错了，他可陪你一起受罚。我不会算错的。宫宝玉呢？宫宝玉来了没有？哎，姐，你快点，都喊我名了，别老是自己在里边紧张的。看都去吧，你先走了。哎，来了！哎，宫宝玉，哎，你可要为咱老百姓说句话呀！国家养士150年，为民请命，就在今朝。快点，快进！哎，好，快点！在下仁华祥商方知府。王知府，同阳知县、兰溪知县、万城主不拜见。黄知府，那是有什么事情？兰溪、万城、同阳3位知县居然同时递上了拜帖啊！有这么巧的事？关键更巧的是，他们还都选在今天，正好赶上帅佳墨要对人丁4捐税案做出说明的时候来，巧吧？真巧。这个4捐税的争议，在仁华县是尽人皆知，传到临县的耳朵，也不足为奇吧？方知县是知道他们就是冲着人丁4捐税来的喽。啊？参见知府。知府答礼。3位都是咱们金安府远近闻名的百里侯啊，本府久仰大名啊。之前公务繁巨，疲于奔命，这不我等刚刚忙完县里的事情，便前来述职。只可惜今天来的有点不巧，3位还需要稍待片刻，待我与方知县会审完毕，你们再续职也不晚。敢问知府，提议的可是人丁4捐的事？毛知县看来真是消息灵通啊！你也听说此案了？略有耳闻。
虽说这是仁华的政务，但也牵扯到我们几个县，不知知府是否介意？我等旁听。毛知县，这个不太合适吧？我觉得挺合适。毛知县说的是啊，这个事儿，它也不是仁华一县之事，也牵扯到其他几个县。既然都来了，一起参详一下。来人，看座。谢知府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不好了！同阳、兰溪的知县都来了，还有一个从万城来的老头。那是万城的任主簿。没错，我听说他是专门来找麻烦，不容乐观呐。嘿，不是你谁呀你？来，好了，盯着去。哎。姑娘好风姿，在下有礼了。在下是程仁清，兰溪人士，敢问姑娘芳名啊？又不是没见过，耍什么鬼主意？在下真是眼拙，就没认出是凤的掌柜。失敬失敬。可是怪啊，也只能怪凤的掌柜今天看起来有一种别样的风韵，这才唐突了家人，真是罪过。你这舌头呀，放在水桶里涮涮，涮出半桶油。不知今日这是什么大案啊？竟引得其他3县的父母官都来了仁华。在我们金安府，居然还有陈大宋师不知道的案子呀！估计是昨晚已经嗅着钱味儿启程。哎，此事呢，小生确实是略有耳闻。但是思捐税这样的大案，既无苦主又无油水，小生何苦再添宋棍恶名呢？风姑娘，现在可否为小生解惑一番？想要探听消息啊？半吊请。若要说清楚这人丁丝绢的来源，须得从成化9年说起。那一年，倭寇袭扰凤兴，朝廷让仁华县为官军提供军饷，于是呢，加收了1500匹丝绢的鞋饷。谁成想这倭寇啊，在当年便退下，可是，在接下来的2年里，也就是成化10年和11年，仁华县又相继缴了同样数额的鞋饷。可见，这笔鞋饷从临征变成了常例，每年都在缴。倭寇啊，时来时去，军队常备不懈，鞋饷每年征派也是不得已，百姓们倒是体谅他。这明明在说丝绢的事情，这怎么又扯到倭寇去了呀？马知县，稍安勿躁，继续。军队要鞋饷，通常会找府里对接，怎么会单独找到一个县呢？其实一开始军队找的就是金安府。这笔鞋饷的总额为丝绢6000匹，其中1500匹由仁华县承担，其余的4500匹由其余7县分别承担，数目不一。你这绕来绕去的，到底想说些什么？按如今的市价，每匹丝绢折银6000，6000匹丝绢折银3600两。考虑到成化年间与万历年间丝绢价格的变动，在当年，6000匹丝绢的折银正好是3530两。你的意思是，今天仁华县交的人丁丝绢税，其实应该是整个金安府交的鞋饷？正是。此乃大义，令弟一片公心，为民直言，实乃我读书人的楷模。你打住！我记得是谁说我弟弟是纨绔子弟，不思进学，尤其是带坏了你们读书人的
过远。我是一叶障目了，如今3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。往日的纨绔都可以挺身而出，为百姓立命，这一定是你教导有方啊！此话在理。春姑娘，这条路啊，不好走。怎么说？这3个知县平时不来的，今天突然来这边述职，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范姑娘，来者不善，令弟怕是要吃苦了。但若是我们算呆子没算错的话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？敢问啊，这个算呆子是从何处习得算学，又是师承何人呢？为什么凤的掌柜你这么信得过他呢？那这您就有所不知了。佳木的父亲当年也是远近闻名的算学高手。这是我抄写的从成化9年到成化16年8县的账册。你是让我们看什么？重点不是看什么，重点是看不到什么。什么意思？从成化9年到成化11年，这笔司捐协饷的缴纳结构是仁华县承担1500匹，其余7县承担4500匹，每一年都记载得清清楚楚，每年都有支出。可从成化12年到成化15年间，税赋账册却不翼而飞。我翻遍了整个价格库，都没有找到。国土重铸中间数年的损毁也是常有之事吧？成化16年的账册还在，可我查阅时发现，在其余7县上缴监安府的记录中，已经没有了这4500匹的司捐协饷。与此同时，仁华县的记录里却突兀地出现了一笔人丁司捐税，数目正是3530两。所以你怎么认为？所以我怀疑，在成化11年之后的某年里，有人把这笔税赋改换头目，瞒天过海，统统转嫁到了仁华县的头上。所以金安府的账还对得上，可缴税之人已经变了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你写下这一堆数目，就可以唬住人吗？适才发给诸位的抄件，均抄自于价格库的原始记录，上有索引，随时可以查抵。既然中间数年记录湮灭无存，你把两者如此等同起来，这未免有些武断吧？这其中算法非常的精妙，你一个当官的，怕是算不明白吧？冯知县，这就是你县的生源。冯宝玉，你住嘴！你可知邓知县那当年可是远近闻名的神童，当年工部官正，他能默算那年黄河治水1年的开销，分毫不差，皇上都亲自褒奖过。可这3530的散数在账册中反复出现，定有蹊跷。那你的主张是什么？王爷，功名。仁华祥生封宝玉，学生主张，这3530两的人丁司捐税，不应该由仁华县一县承担，而是由8县按比例分摊。这番解说非常别致啊，而且清晰易懂。哎，方知县，此子以前是否在书房当过书吏啊？他哎呦，他没，他只是个人喜欢罢了。我看未必吧。为了给你的县里省些银两，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啊。毛知县，你这么说，那可是诛心了。你想，这些抄件和文书在价格库上随处可查呀，可不是我说的呀。谁人不知，金安府与仁华县共用一个价格库，
若不是你指使，难不成还是黄知府放这帅家莫进去的？王知县，正是。哎，啊，哦，对，我好像是顺嘴提了一句哈。你怎么这么实诚啊？没错，黄知府，我们这些县官都是来述职的，这突然间背回一笔无稽的税赋回去，这如何跟治下的子民交代？是啊，你说我们这是来呀，诸位莫急，诸位莫急。这帅家莫所讲是否合乎情理，尚无定论。此事体大，还需细细参详才是。黄知府，午时已近，不妨让诸位移步后堂吃午饭，饭后再商议不迟啊。对，吃饭，先吃饭。好，吃饭。还真是没想到啊，这个帅家莫的经历竟然是如此的坎坷。就是这一场让他失去双亲的火灾，把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不通人情，只会算数，想想也是可怜。老子有云：“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”他们这种才是真正的天然之态，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我不知道该说你是境界高远呢，还是单纯会说话。先生，哎，范老请您到府上一趟。树欲静，而风不止。啊？什么树？摇钱树。范姑娘，小生这就告辞了。哎，结果不等了？嗨，等什么结果啊？今天怕是只是一个开始。哎，这可是人华的老字号，风是火腿，方某特意为大家准备的。这黄知府饭都不和我们一起吃，你说他是不是已经知道这次是你暗中通知我们来的啊？许他让帅家莫进价格库，就不许我请几位神仙啊来助权的。哎，你说若这私捐税能够减免，你仁华县每年能省去3000多两银子，你老兄就真的不动心吗？苟得一时之利，却是要一患长久的。这100年前的旧事已经无从查证了。你要是让黄知府逮着机会打破我们8县的默契，那以后他不得天天折腾建安府啊？啊！相比之下，那3000多两银子，那不算什么。方兄，果然是颇重大局啊！无非就是清静无为，少点麻烦。少点麻烦。好，那咱们就说好了，今天下午我们齐心协力，将帅家莫那小子的鬼话给他撅回去。帅家莫那套说法，看似有理，实则荒古。下午只需轻轻一拨，便可推翻。好，甚好。哎，这，人老，莫要再睡了，太阳都下山了。哎呦，黄师傅，不必得礼。帅，没关系，我就是吃完午饭，顺便过来溜达。哎，接着吃，接着吃。帅家莫，下午啊，我会找一个由头，你一定要抓住机会，配合好啊，让7个县都打开他们的价格库，以便查阅。的确如此，我需要更多的原始数字证明我的观点。这样理解也可，也可。哎，你吃。
黄师傅慢走。下午可不要再说是我让你说的了。哪句？就是让7个县打开价格护证件。好，我就说是你不让我说。黄师傅，你消气，我一会儿就叫他。黄师傅您慢走。这个人丁丝绢税的来龙去脉，上午帅家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正好各位县令都在，大家一起商议一下该如何处置啊。我中午仔细拜读了一下，发现帅先生竟然能从如此庞杂的账目中一眼挑出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可谓是谋算天才。更让人佩服的是，帅先生据此境杜撰出一个故事来，也算是有本事。但是心用偏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说的又不是问句，我如何作答？先生应该知道我大明税制里本色与折色的区别吧？本色是以粮食、布匹等实物上缴，折色是以银两上缴。非常好。我接着问你，金安府给官军提供的6000匹丝绢应该属于本色税，得交实实在在的丝绢，对吗？账册里是这么写的。而你们仁华县所交纳的人丁丝绢属于折色税，得交纳银子，对吗？对。帅先生计算的精准，但可惜明显不怎么精通钱粮数务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破绽，竟然忘了对齐缴费。对齐缴费？哎，快说说！就拿成化9年这批协饷来说，我请诸位想一想。如果金安府给官军提供6000匹丝绢，难道支出仅仅是这6000匹丝绢吗？哎，干过县政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实物，当然还要算上这运输费用。没错，要把这些食物借送到军中，金安府至少要准备200辆驴骡大车、300名脚夫，以及相应的伙食、草料、工时银等。这些缴费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是啊。这货费加上缴费才能算是总开支啊，这属于常识问题啊！而你们仁华县缴纳的人丁丝绢属于折色税，得交银子，3530两银子，大概200斤出头，3辆驴车运走足以了吧？这两者的缴费天差地别呀！你声称的是什么？协饷6000匹丝绢折银3530两，与人丁丝绢税的数字相当，所以前者就是后者。可笑，你竟不知每一科的税赋都要把缴费算进去，而一算缴费协饷的数额根本不止3530两，根本对不上人丁丝绢税的损头。那后面的推论自然也是无根之草，不值一审了。说得太好了。这人连缴费都不知道，还敢在这府堂上招摇撞骗，简直荒唐！方知县这黄知府初来乍到不知道倒也罢了，你怎么也犯起糊涂了，是吧？今日一时糊涂，平日是清查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算错了。好啊，那我倒要听听你还有什么高见。你等等。什么你的？对上官要有礼数，叫邓知县。方知县不必动怒，若他能说出道理，即便无理也无妨。若讲不出道理，白手顿扣也无用。嘉靖10年，朝廷在凤兴开始实行一条鞭法，其中有一条规矩，所有税赋采取官收官借。说的没错，确实有。那敢问诸位，何为官收官借啊？一条鞭法之前，地方上的税赋是民众自行征收、自行借运到口；10年之后，改由官府征收借运，所谓官收官借。
那运输的成本又怎么算呢？之前是靠征调免费徭役，之后圣上因为怜黎民之苦，改为以银代役，只要老百姓交纳一定数额的银钱给官府。邓知县说的对，嘉靖10年前后，官府收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，那记账的方式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嘉靖10年以前，奉兴的本色税是计入钱粮税部，而缴费是调用百姓的劳力，是计入徭役轮替部。也就是说，本色的价值和运输的成本是计入2本不同的账册。直到嘉靖10年官收官解之后，缴费改用银钱计算，不再属于徭役，这才使用同一本账册。这里是嘉靖5年与隆庆元年账册的抄写，你可以比较一下异同。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！妙妙妙！原来这个官收官借方法实行的前后，这个记账的方法不同啊！哎呀，难怪呀，这都是5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。哎，毛知县、邓知县，那会儿你们都还没出生吧？哎，所以难免有时差，哈哈，难免。姑且你说的对，嘉靖10年之后，人丁私捐已协饷的数额依旧对不上。对得上。我在计算嘉靖10年之后的数目时，已减去了缴费，仍然是3530两。需要我解释一下算法吗？这说到底，你也不过就是查出了这两者之间的数目相同而已啊！这天下的账目千千万呀，难道说有两者之间的数目相同就是同一笔账吗？你如何证明这成化9年的那笔饷银就是后来的人丁私捐税啊？目前的数目证明不了，因为成化12年到成化15年的账册丢了。你看看啊，果然是信口雌黄啊！但我有别的方法可以证明。诸位，我们查过监府的总账，可是从成化12年到成化15年的账册全部消失不见，但是下属8县的分账里一定有存底。有啊！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就是说，让他们各县打开这个价格库，你去查验一下就清楚了，对吧？正是如此。简直荒谬！怎么荒谬啊？毛知县，3000多两白银的负担，不把它查清楚，各位睡得安稳啊？王知府，价格库乃国家要紧之地，岂敢让白身之人轻易擅入啊？哎，邓知县，这怎么叫擅入啊？这不，各位都在吗？这不是正大光明的去看吗？只要让他去查验一下价格库里的旧账，这个人丁私捐税就能理清头绪，何乐而不为？哎呀，万万不可呀！哎，黄知府，您不能受这宵小之徒的挑拨呀！毛知县要是担心这个宵小之徒作祟，简单，本府亲自坐镇，派我的心腹随你去贵县的价格库里查验，如何？黄知县你是何意见呀？我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今日无论原意成什么，本县都会凛然遵从，凛然遵从。黄知府，哎呦，老人家你没事吧？
我有几句话要跟黄知府讲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任主簿年老体衰，这一天听下来，怕是累的。快扶这个任主播下去休息，我们继续商议啊。任老在金安素有贤名，又代表了万城一线，这个决议若他不在，这恐怕会有失公道吧？有失公道，有失公道。黄师傅，不急于这一时啊，先让任老先去休息啊。今日我们先到这里，咱们明日再商量也不迟。啊，老张，老张，我们来看你来了。你们都来了啊！睁开眼吧，这儿没外人。哎呀，任老张，今日若不是你反应机敏，这局面真是难以收拾了。就是啊，我们几个县共进退，谁要敢退却，老毛我捏碎他的怂蛋。咱们金安府什么时候冒出这么个神人来？哎，我不管。若那黄宁道非要打开我揽溪的价格库，大不了老子一把火烧了。若诸位还是纠结于这丝绢税的细节，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。程仁清，你跑这里来做什么？这都是府县的政务，不是官司。你个壮士来这儿凑什么热闹？速速退下！毛知县，且听听他怎么说。你的名声我是知道的，给多少钱银两，还多少钱公道。可先说好了，我们可没有银钱于你啊。我今天来是受人之托，给诸位带了一样东西。身体如何呀？好些了，多谢知府。免礼。本府特意在城中给你寻得了名医，你现在可以放心安坐啊。今日我们继续商议人丁丝绢之事，各位分别在县里边政务繁忙，我们尽快议完，尽快好回去啊。昨日，帅家莫提告，要求金安八县打开所有的价格库，以便详查原档。各位意下如何？不可。毛知县啊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这还需要什么理由啊？哎，他个平头百姓，价格库说开就开，这官府的颜面何在啊？再者说，如果人人都学他这个样子，那以后咱们这县衙还干不干别的了？别在这撒泼，毛知县！这已经不是一个平头百姓提告的事了，这是金安府要查清楚的事情。人丁丝绢税欠产上限100多年，不打开价格库彻查原档，如何正本清源？如何进行调整？我突然想起来，5年前在南京后湖黄册库通报过这样一个案子，有父子2人擅入后湖，试图改写自己籍贯的黄册记录，结果被抓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判的是绞刑。可见价格重地未可轻忽啊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我们万城的价格库虽然不成规模，可也有专门的库丁把守，连我进去都要报备登记。方知县啊，你当初发现他擅入价格库，为何只打1顿板子便放了？莫非是不把国家册籍安危当回事吗？毛知县，话可不敢这么讲。我当时哪里知道，他要在我们金安府掀起一场风雨啊！不过，我赶紧便下了严令，禁止他再次接近价格库。怎奈
此人有手段呐！现在讨论的是人丁私捐税的事儿，不是在讨论如何给帅家墨定罪的事儿。王知府，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讲。帅家墨从一开始便包藏祸心，我们坐在这儿议论私捐税，那岂不是正中下怀吗？您总说正本清源，这个本我们必须得弄清楚。帅家墨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，非要挑起这桩人丁私捐税的纷争？对嘛？咱们金安府本来好好的，他却突然跳出来搅风搅雨的，此事过于蹊跷。这事有反常，必为妖。帅家墨就是个机灵户，家里就他一个人。人丁私捐，本府可以给仁华县捐免，但是对帅家墨有何好处啊？那就更奇怪了，明明没有好处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邓知县，你看看他就是一个算呆子，他能有什么心思啊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背后必有人指使。诸位，今日谈论的是人丁私捐如何处理之事，不是去翻帅家墨的旧账跟人品的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想想看，他这么起劲儿地张罗一件于己无利之事，那这背后必定有更大的文章啊！这些细节我们都不去弄明白，只被他牵着鼻子去讨论人丁私捐税，那可谓是一叶遮目，不见泰山呐！那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就是要让这帅家墨讲清楚，他掀起这人丁私捐税的真实用意。哼，他要讲不清楚，就该效仿南京后湖篡改黄册案，严办，以儆效尤。帅家墨，跟诸位说说，当初你去价格库干什么去了？是。我之前帮人丈量一处土地时，发现测得数字与榆林图册记载不符。我这个人发现数字不符就会头疼，于是我就去价格库查看。一开始是查榆林图册，后来关联到了税赋簿子，这之间的数字都是相关联的，一动则全变。后来我顺藤摸瓜，就发现了人丁私捐税的数字也有问题。啊，够了！黄知府，您听听，这讲的都是些什么胡言乱语？帅家墨，认真点儿。我是认真的。看来还要我们揭破真相啊！报上名来。在下揽溪县一个生员，叫程仁清。你怎么知道帅家墨到价格库干什么？天下之事无非8个字：常理人情，正气攻心。我以常理推之，人情夺之，正气变之，攻心为之。别啰嗦了，快点说吧。此事要追溯到20年之前，也就是嘉靖38年，仁华县发生了一件惨事，一户人家突遭走水，一对夫妻双双葬身火海，只剩下一个遗孤。这对夫妻，男的叫帅敦成，女的叫柳月娥。这位帅敦成正是金华县护房的一位书手，算学精熟，人人称道。程仁清，别扯无关的事情。哎，宋同判，莫要急呀，听他把话讲完啊。嘉靖38年，建安府爆发了一桩弊案，数额巨大，触目惊心。此案惊动了巡抚、巡案两院，先后制下牌票，要求彻查。建安府查来查去，最后揪出了一只硕鼠，正是帅敦成。具体帅敦成如何犯案，又是如何被查出，今日且不详说。但东窗事发之后，恰好赶上了帅敦成和柳月娥家中走水，夫妻双双殒命。
坊间传闻是夫妻俩未遂自杀，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孤儿，吃百家饭长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所幸此事距今不过是20年，很多人应该都还记得。任主簿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小老当时正好就在仁华，成为惨事，可发一叹。任老丈，依您观之，帅敦城这个案子是否有可疑之处？时间久远，不好揣测。不过那案子所涉银钱数目，不应该是帅敦城一个人能吞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案子它是有疑点，只是可疑罢了。都是过去之事，与今日话题无关。不，任老前辈，请问您帅敦城的这个案子是什么案子？贪污案，帅敦城挪用人丁丝绢税3530两，畏罪自焚而亡。此案虽然有疑点，却不足以翻案，但足可以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。帅家墨竟然是帅敦城的儿子，没想到，这个倒是没想到。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！这人丁丝绢税的事儿跟他父子二人都有关系。嗨，一个7岁的男童，看着自己的父母惨死在眼前，你让他如何忘却？他年齿渐长，明白的事理越多，就越发的疑惑，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会自焚而亡？当年的贪污案是不是他们做下的？他对这件案子的好奇与日俱增，对建安府的愤恨就变得愈发浓烈。不过帅家墨想要报仇，既无族亲可以依靠，也没有资格去考取功名，更手无缚鸡之力。怎么办？我手里唯一可试的，便只有传承自父亲的算学，只有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，向整个建安府发起复仇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宋通判，帅家墨并无大碍，只是有点郁气抖臂，情志不舒，喝点酸枣水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快去准备。好。家墨怎么样啊？我看见我爹娘了啊！我看见我爹娘的身影，我爹还拿着一本书。家墨呀，程仁清为了赢他不择手段，他会找你薄弱的地方去攻击你，你不能往心里去啊。我还得去铲灭人丁丝绢。不，哎，你还操心这事儿呢？那个黄知府跟那几个知县在后堂商议着呢。我还没有说明丝绢税的来历，他们商议什么？现在商议的不是丝绢税了，是你。各位。这一门心思的想治帅家墨的罪，难道这人丁丝绢税真的有什么猫腻吗？王知府，夏老想给知府看一样东西。行，各位坐吧。黄知府。哎呀，任主簿真是清廉如水呀！
来人，在，给人主部准备一双新靴子。是。王知府，小老这双靴子穿了多年，踏遍了万城的山山水水，不知补过多少次。不是故意卖惨，实在是囊中羞涩。万城你也知道，素称7山2水1分田，可百姓要缴的，除了夏秋2次的正税与军徭之外，上还有各色杂饭，一年到头不停。一户3口之家，春耕秋收，可能半两银子结余都不到，尚不够来年借贷去买种子。小老纵然想贪，蚊子腿上又怎么能割下肥肉来呢？苛政猛打，哀民生之多艰呀。所以万城知县之缺，没人愿意来补，只累了小老这双靴子，反复磨补了。人丁丝绢怎么回事儿？小老不敢置喙，但我可以告诉黄知府，倘若突然出现一笔税赋，接下来万城会发生什么？那些农民就会变卖自己的积蓄和家畜，勉强交上这一笔税，但是一贫如洗的他们，只能被迫去借高利贷，要么被迫让土地卖掉沦为佃户，要么逃荒逃亡，要么把小老和水利打杀，然后落草去做山贼。每一次加税，这样的事都会重复一次。无论丝绢税是真是假，小老为县里父老计，都绝不敢赞同。我兰溪县也是一样。若因为加税起了纷争，耽误了正税借送，朝廷要是怪罪下来，那下官也只有辞职挂官一条路了。你们，黄知府，此税之早，甚至在小老出生之前，绵延已逾100年。纵有不公，也早已成定例。过去的事情一粗不一细，若是锱铢必较，一一追究，那别的税目是不是也有问题？口子一开，争议无穷无尽。人丁丝绢税一事，本府已有诚意。帅家莫因挟私报复、妖言惑众，故将其拘押，交由刑房议罪。各位人华百姓，勿需就此事妄加议论，以讹传讹。若有违者，定当追究。殿下。买火腿啊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介绍？是专程来找你弟弟，知道我们官司赢了，过来道贺的，对吧？我巧了，很可能在路上被那个百姓给绊住了。你弟弟的官司输了。你弟弟暂且没事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但是这帅家莫吧，还真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，被人举发。说是因为父母的事儿，怀恨在心，挟私报复整个监安府。帅家莫的父母是被火烧死的，哪个缺角说的？我，你，我还要谢凤姐娘子，你告诉了我帅家莫的身世，我才能按图索骥，寻得一桩秘辛。哎，听我一句劝，税赋钱粮哦。这是当官的命门，朝廷的要害，
你们胆敢在这上面搞事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就是得你先死。听我第二句劝：自古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，争利这是最大的恩怨。你们想要动其他7个县的利益，你得惹出多大的祸事？有什么祸事啊？今天来你的头阳分号，查查你们用的猪肉是不是温猪肉。明天再到你们的万城分号查查账簿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后天，金安再给你发个帖子，点你应一个黄差，让你给京城免费上3000斤上好的肘子。你是生意可以不做了，但是你那个纨绔弟弟，你救不救啊？你弟弟回来，你告诉他，我已经帮他都写好了。自贡受奸人蒙蔽，不分真伪，只因为故人面子难却，方才联名提告。如今已有悔悟，甘愿作证。帅家某确系挟私报复，妖言惑众。先生，我看您从火腿铺出来，心情倒是不错。先生不会真看上他了吧？半吊钱的交情，如此而已。程先生，程先生，先生，要不要等他一下？不必，继续走。程先生，程先生，供状签了吗？我想请你还老帅一个公道。公道，都是有价格的。程先生。帅家某的罪名，一大明律最多就是杖30，流3000里，不重。老帅他就是一个算呆子，他流放3000里，他人就没了。程先生，求求你了，你想一个能脱罪的法子吧。简单啊，把供状拿出来歘一撕，你自去衙门请罪，说所有的事儿都是你主使的，他不就没事了吗？等一下，帅家某被定什么罪？关键是在黄知府。走了。你发什么异常？啊！大半夜的还老房？这个老房待不了，待不了！新来那哥们儿，他新来怎么了？是招了瘟，还是见了鬼啊？我们哥俩想教他规矩，没想到他直接他。最近谁在讨论？还在念画符。而且啊，我亲眼见到一缕黑烟，哎，就从那个西装里面飘出来了。不是程子杰啊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我不敢说，太吓人了！你对呀，我把我放的事全都找了，你赶紧让我俩换个地方啊啊！开门呢！哎呦，快！等一下，你看。范老，幸不辱命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当知县，元老，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
还出个啥子大牌呀？快点噻，啰里啰嗦的。快点，快点。我刚出炉的。吓我一跳！别提了，昨天晚上闹了妖了。闹妖？就咱这破牢房，还有妖怪能看上眼？对，是真有猫妖，我们昨晚可都看见了。哎，我感觉吧，吃早席的那个猫妖啊，上他身。上谁的身啊？就昨天那个，就是昨天刚进来那位，叫什么帅家墨，他啊。哎，这里是监牢重地，你来干什么？拜见两位大哥，我想来探个监。可有衙门刑房的批文，或者是知府同志的手书？你看谁呀？水家墨，昨天刚来的。你告诉他，我们兄弟二人呢，也是奉命在这儿看守，与他并无仇怨，让他不要在红尘里作妖。里面请吧，请。哎，请。老帅，你还好吧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找到一个新的证明办法，只要把这些不重要了。怎么不重要了？要证明人丁思娟与邪想之间的关系，我找到一个新的证明办法，只要把原始账册拿到，就一定可以算得出来。老帅，有件事我今天必须问清楚，因为这关系到后面很多重要的事儿。你说。昨日陈仁清说的那个故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哪个？他说你是为了替父母报仇，借着人丁思娟税搅乱监府的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不是。我父母的事，我一件都想不起来了。我相信你从来不说假话，可是你听完陈仁清说的那个故事，你昏倒前的反应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呀。我当时头疼欲裂，很多以前的事，就好像一阵风一样，吹到我的脑子里。不过全是颠倒的，我也分不清到底哪件是真，哪件是假。那你之前就真的一点都没想起来过吗？我也希望我能记起来，可是我连我爹娘的长相都记不清了。以前，就算有人骂我，说我爹做过什么，我也无法生气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做过什么。可是你记得你父亲教给你的算学啊？因为算学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感兴趣的事情。你不懂，就像我永远也搞不明白
为什么你会觉得青楼赌坊里有那么多好玩的事儿？你也不会明白，这算学之中有多少乐趣。乐趣？数性质朴，算学是天下最诚实的东西。1加1永远是2，5乘4永远是20，而12字时永远是144。人性叵测难以琢磨，而数性质朴从不虚实。数与数之间的关联，就好比天上的星宿一样，万年难移。只要你掌握了其中的运转之妙、计算之理，便可以俯仰天地，上下求索。这便是我所求的道。任凭数字无穷无尽，任凭难题变化莫测，无以一道而喻之。也许在你看来，这只是一间装满了断烂潮爆的破屋子，可在我看来，这是直通仙府的大道。我在其中神游天外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无数的景致只在一念之间，何其的快活！这与成仙又有什么分别？说的真好啊！什么意思啊？我也听不懂，不过这都不重要了。老单，你在这等我回来啊！这草席该换了。啊，好，换，马上换。不可，这可是公文。方知县前几日给我移交过来一道公文，说是要审议那个人丁私捐税案。昨日既然有了诚意，作为程序，本府理应给方知县回一道公文，对吧？请仁华县照令执行吧。您的意思是让我以仁华县的名义将这份公文变成榜文，公布宣誓结果？这件事情在仁华闹得沸沸扬扬的，不应该给民众一个交代吗？这如果宣示了这个结果，说仁华百姓应该正常缴纳这个人丁私捐，我怕老百姓有想法。老百姓有什么想法啊？只会夸方知县为民着想啊！黄知府，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您知道，仁华百姓虽然民风淳朴，但也不乏刁民暴徒啊，总得给百姓情绪上有所照顾吧。您初来乍到，万一这建安府有什么动荡，对您的官声也不利。本府真的不在意，反正我的府令也就只在这个府衙内有效，真正办事的还得靠几位县令啊。这道官文
我也分别抄送给了兰溪、万城和同阳3位县令，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公开的。你赶紧回去照章办理吧。黄知府，宋康，你来这供账呢，跟我回去。哎，不是姐，我想个办法就算呆子了。你，你能想到什么办法？你是要救帅家吗？还是要害死他？你看你这洋洋洒洒一大篇，你就写这个，给他定重罪。慢点儿，这就是妙处所在。哎，人也不帮我挑灯夜战，研究历史。说正事。真正想办老帅的是另外4个知县，黄知府还是支持我们的。支持你们还下令抓人啊？他那是形势所迫呀。不过他下令的时候啊，说了一句话。将帅家莫拘押起来，捉刑房议罪。黄知府要是真的想治老帅的罪，他自己直接下令就行了。他之所以能让刑房去议罪，其实就是在暗示这件事儿我不想管了，你们自己来决定。所以呀，我这不着急过来，想要跟刑房的长案聊一聊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黄知府他已经暗示了，那这个刑房怎么样也要给帅家默定个无罪呀？不行，这如果定了无罪，这其他几个知县就一定会来抗议。所以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反其道而行之，直接给老帅定个重罪。这罪名越重，哎，他就越荒唐，这越荒唐，哎，黄知府那就越容易驳回。这样一议一驳，外人挑不出来毛病，老帅也就脱罪了。原来如此。近日，有仁华奸民帅士家茂妖言惑众，造谣生事，妄言税赋等语，欲乘隙取利，变乱乡里。本府据理争辩，实名利害，务求百姓无家父之苦，少增税之害。今奸犯已绳，本府乡民不必惊扰，可相安无事矣。本县偶感风寒，不能事事，一切事务暂缓办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还得来回归的，不能办事儿，这个太不像话。妖言惑众，擅兴词讼，流配3000里，这罪名是他们想出来的。刑房长案呢是今年的老例，自然是闻玄哥而知雅意。啊，的确是失去啊，不会是你老兄教的吧？哎，金安府上下和睦，那也算是属下的心愿根本。是我不安分吗？明明是他们咄咄逼人。是。来人，此罪名太重，驳回，着刑房复议。是。哎呀，如此一来，也算是各有所安，尘埃落定。那倒未必。知府排跳，该犯妖言惑众，擅兴词讼，但罪出有因，其情可悯，念其初犯，加以训诫，准其开释。开始。若有再犯，罪加一等，严惩不贷。出去以后好好做人啊，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人！闭嘴！我操！你快走吧。去晦气，你是在监狱混挺好啊大家都怕你。他们怕我是因为他们说我有妖上身。哎呦，那巧了，宝玉也有妖上身。哎，那你得给我扫扫过来。哎不，哎呀，你别，哎呀姐，哎呀，哎呀这好。帅家默，冯宝玉，黄知府，知府。帅家默，这是你写的提告，还给你。我在里面想出一个新的证明办法，只要增补进条陈就可以证明。在金安府，就
别想着再提高了啊！可是人丁思娟的，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是吧？在金安府，就别想着再提高了，明白吗？黄师傅，你慢走。文章是个好文章，帅家墨，只是所托非人啊。哎，我看看。呀，这黄知府是在给你改文章吗？啊，我看看。你看。哟，改这么多啊！黄知府不是要做你的厨师吧，呆子？这什么？这是底报。什么是底报？不知道了吧，姐姐？他这个底报啊，就是说上个月里边谁升官了，谁贬职了，哎，哪国来进贡了，朝廷下发什么圣旨了，都在这里头，是发给各省官员作为参考。要给人家黄知府还回去啊？啊，是。走走走。哎，黄知府，黄知府，刚才黄知府说，我们在金安不要再告了。对啊。那如果在金安以外的地方呢？黄知府的意思，是不是让咱们去比金安府高一级的地方去提高呀？哎呀呀呀呀呀！你看看，腰又上身了啊！